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视开播《我和我的命》，谭松韵、高志廷主演，一经曝光引发关注。央视开播《我和我的命》，谭松韵、高志廷演绎草根逆袭，观众热议背后的人生意义。在今年的暑期档电视剧竞争中，央视悄然播出的一部新剧《我和我的命》却如一股清流，悄悄涌入观众心间。没有宏大的家族斗争，也没有狗血的情感纠葛，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千千万万普通奋斗者的生活，那些从零起步一路摸爬滚打的人。这种朴实而真切的叙事方式不仅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让无数观众在追剧的同时开始重新思考属于自己的那份命。这部剧由谭松韵与高志廷主演，改编自梁晓声的同名小说，一经曝光便引发热议。不只是因为谭松韵那份自带生活质感的演技，更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仿佛是很多人心头压着却说不出口的人生真实写照。普通人的命运史诗，方婉之的成长之路。女主角方婉之是一个出生于西南偏远山区神仙顶的70后女性，年轻时家境贫困，经历坎坷，甚至在20岁那年因家庭变故和情感受挫而被迫退学，孤身南下深圳闯荡人生。这样的设定几乎没有主角光环，她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千金，也没有神秘背景或金主撑腰。她所拥有的仅仅是那股死磕的劲头，就像剧中那句最打动人的台词：日子难是难，但往前走总比站着不动强。在深圳这座陌生又充满机会的城市，她和2个同样出身草根的姐妹李娟和郝倩倩挤在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每天靠着一盏台灯互相打气。她在流水线上站到腿发麻，下班后还坚持上夜校学英语，只为不给命运认输。从被坑被骗的创业初期，到打造自己的玩具品牌，再到把小作坊发展成上市公司，方婉之的奋斗之路几乎囊括了90年代后大多数打工者的真实经历。而她最终选择回到故乡，投身教育与农业事业，更像是一种对命运最温柔、最坚定的回应。谭松韵再塑真实女性角色，突破演技舒适圈。很多人都对谭松韵的印象停留在甜妹阶段，从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到以家人之名，她饰演的角色大多活泼灵动，青春洋溢。而在我和我的命中，她要从20岁演到50岁，要表现一个底层女性的成长、崛起与沉淀，这是对她演技与内心沉淀的一次巨大考验。令人惊喜的是，谭松韵的表演不仅自然细腻，更拥有极强的共情力。她在剧中饰演的方婉之没有刻意扮老，而是通过眼神、姿态、语言节奏的变化，逐步描绘出一个女人如何从青涩走向成熟。她那句我命我不由人，被网友誉为比鸡汤还补的台词。尤其在方婉之面对合伙人背叛、市场陷阱时，那种眼泪憋回去，嘴角仍带笑的坚强，很多观众表示看到那一幕直接破防。高志廷饰演高翔，不再是配角的感情线。相比谭松韵的强力输出，男主高志廷则以温润细腻的方式融入剧情。他饰演的高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霸总或救世英雄，而是一个在方婉之人生旅途中给予他情感慰藉与精神支持的知己。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并不以轰轰烈烈的恋爱为主线，而是一种历经风雨后依然懂你、陪你走回故乡的坚定。这种不喧哗自有声的感情线，恰恰是这部剧令人动容的一部分。许多观众评价说，终于看到一部剧，男女主不是互撕、虐恋、车祸、癌症，而是彼此尊重、共同成长，太稀缺了。剧本扎实，台词真实，导演拍出生活质感。
我和我的命的导演与编剧团队在剧本打磨上非常用心，没有夸张的剧情反转，也没有奇迹式逆袭的套路，整部剧呈现出一种温吞却扎实的节奏。剧情中多次出现的鸡毛蒜皮，比如为了收账跟客户打冷战，为了租房被房东临时赶走，或者跟姐妹因为分工不公吵架，又因为彼此信任而和好，这些细节构成了真实生活的纹理。导演镜头感也极强，破旧出租屋斑驳的墙皮，夜校里昏暗的灯光，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都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有观众在弹幕里感叹：“这是我妈年轻时候打工的样子，太真实了。”网友热议于2集评价：温情中夹杂现实冷意。剧集播出后，引发了2极分化的观众评价。正面评价，不少观众给予高度评价。谭松韵演技有了质变，看她哭我都跟着流泪。央视这次终于没工业糖精，而是拿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我妈看了3集后就说，这剧是我年轻时的故事。还有不少影视博主认为，这部剧很可能是谭松韵从偶像转型为实力派的关键一步。负面评价，也有一些观众觉得剧情节奏慢，情节过于平淡，太像纪录片了，缺少戏剧冲突，看不下去。励志可以，但不要一直苦情，太压抑了。女主太能忍，感觉不够真实。更有部分年轻观众在弹幕中调侃：“这不是我的命，我不想看别人的苦日子。”这也折射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对现实题材的接受度。中年观众感同身受，而部分年轻人则更倾向于轻松甜宠题材。专家点评：我和我的命是央视一次有胆识的尝试。资深影视评论人李若冰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部剧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不讲谁上位，而是讲怎么活。在流量充斥的当下，央视敢选这样的现实题材，是对社会责任的回应。另一位评论家庄杰则指出，我和我的命不提供爽文体验，而是让观众去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类剧集未必能拿下流量第一，但它的社会价值不可忽视。这类观点与剧集本身的初衷高度契合，讲述普通人如何与命运缠斗，最终活出自我，正是梁晓声原著作品一贯的精神内核。剧外延伸，我和我的命引发社会共鸣。随着剧情深入，越来越多职场女性创业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位网友写道：“我就是深圳流水线里出来的，看到方婉之，仿佛看到了我10年前拼命的自己。”还有一位博主说，不是每个女孩都能一夜暴富，大多数都是一点点熬出来的。向命运低头很容易，难的是不服。有意思的是，剧中神仙顶的乡村图景也带火了一波回归田园的讨论。越来越多人思考，当人奋斗了一生，到底什么才是命的归宿？结语：每一个不服输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我和我的命不追求狗血桥段，也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但它有着打动人心的真实，有让人湿润眼眶的细节，也有属于每一个拼命活着的普通人的影子。正如剧中的方婉之所说，命这东西谁说了算？咱的自己争，争来了才是自己的。在这个浮躁与速成的时代，这样一部用时间与情感浸泡出来的剧集，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滋养。如果你也曾在人生低谷中咬牙前行，不妨看看《我和我的命》。也许在方婉之的故事里，你能找到坚持下去的答案。